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现在人在大阪的南波车站，看看我背后这一辆列车。没错，我今天又来开箱观光列车了。关西上一次有新的观光列车是2024年 JR 西日本有推出一台 Hanakari， 之前也有拍过开箱影片。今年4月24号，南海电铁也推出了全新的观光列车，它叫做 Grand 天空。它是行驶于南波到极乐桥站之间，走的是南海高野线。这一条线呢，是大家如果想要搭电车去世界遗产高野山玩的时候的必经路线。我现在真的是超级兴奋的，又要开拓新的版图了。在上车之前，想要先带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0号月台。必须说，南海电铁真的是超级用心，为了这一辆Grand天空，特别将原有的月台打造成了全新的0号月台。所以大家如果有来搭乘的话，记得不要跑错月台，是0号哦。这个月台的氛围也超级的不一样，它整个地板、天花板都是以黑色、灰色为基调。我很喜欢它这个月台打造的流线型的感觉。好啦，电车要发车了，我们赶快上车吧。列车已经正式从大阪南波站出发了。我这次订的是Grand天空最高等级的座位，就是4号车。我旁边就是驾驶室，可以看到前方展望风景。南海电铁其实之前有一辆叫天空的观光列车，它也是行驶南海高野线，为了让旅客可以更方便的前往高野山，因为列车性能的关系，之前都只能先到桥本车站之后再直达到极乐桥站，没有办法从大阪直达，就会变得比较不方便。那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南海电铁在3月20号天空退役之后，推出了我现在搭的这一辆Grand天空升级版的天空号，大家可以直接从大阪出发，直达极乐桥车站。而且我觉得它还蛮好的一点是，几乎是每周每天都会运行的程度。这一辆列车没有外包给其他的设计公司，他们是南海电铁自己部门内自己打造、自己企划出来的。一定要看他们的 logo， 真的是精致到一眼就爱上。仔细看，它就是设计成一个指南针的造型，上面呢有5个英文字母，各自代表不一样的意思。首先中间的 N 呢代表是南海电铁，上面的 N 代表的是大阪南波，下面的 W 代表的是和歌山，那左右两边的 K 呢各自代表关西机场跟高野山，加起来就完成了一个指南针的造型。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是我这几年搭过那么多观光列车可以排得进前3名喜欢的程度。再来就是它的外观，是以高野山代表性的金刚峰寺根本大塔，它的红色来决定这一个车体的外观的颜色。这辆列车总共有4节车厢，我们先从第1节车厢来慢慢跟大家介绍它的特色，走吧。OK， 我现在抵达1号车厢。一进来1号车厢，就发现这个车厢明亮非常多，跟4号车的氛围完全不同。我现在坐的是2人的并排座，但是它其实也有1个人的座位。然后1号车呢，它的座位是可以倾倒，以及它可以旋转它的方向，跟它其实是有提供插座，就有点像是新干线的座位。仔细看，它上面是有棚架的，是可以放行李。那如果你是有带大行李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车厢跟车厢的连通通道之间是有设置行李放置处。座椅的部分采用了黑灰色，椅背的这个花纹其实是石楠花哦。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和歌山的高野町，它的町花就是这个石楠花。每次搭观光列车都很喜欢那种你在小小的细节融入了当地文献的文化特色，知道之后就发现啊，原来它这样设计是有它的用意在的。踏入2号车厢，发现比1号车厢又更加的高级了一点。不过呢，一样是走明亮系的，因为像是地板啊、整个窗户的边框啦、或者是这个长桌，以及我现在所坐的座椅，基本上还是以木质为主。那它的座位呢，很明显的就是为了窗景而生，因为它设置了一长形，全部是面向户外窗景的座位。那这个座位你可以2个人并排坐，你也可以1个人来搭乘。那除了面向窗
窗户的座位以外，它也有那种面对面的座位。面对面的座位它就是有分2人座跟4人座，所以如果你是2个以上的人想要一起来搭乘这辆列车也完全没问题。哇，我真的蛮喜欢2号车厢的明亮，但是又不失它的高级感耶。我现在进来3号车厢了，有没有发现3号车厢的氛围跟1号还有2号完全不一样？它整个用色变得比较沉稳，比较厚重一点，而且它地板还有铺上地毯，它的概念有点像是让你进入到高级饭店的感觉，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其实这个 Lobby Lounge 3号车厢呢，主要是贩售轻食、饮品还有纪念品的地方，不管是1号、2号或是4号车，大家通通都可以进来。还有一个小亮点，一定要跟大家说，它的地板有用大理石特别做了指南针造型的图案，大家来3号车厢别忘了看一下脚下的风景。我又回到了4号车厢，看完前面3个车厢，有没有凸显出这个4号车厢的厉害之处呢？4号车厢它就只有提供4组沙发座位，这4组沙发座位当中，我所坐的这个沙发座位又是最高级的。另外3组座位叫 Grand Seat， 我坐的这个叫做 Grand Seat Plus， 就是在更升级的感觉。你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列车行进时的风景，而且最少2个人就可以坐了哦。4号车厢就是希望你像是踏入高级饭店一样的概念来做设计，我很喜欢这个沙发的用色。那4号车厢它为了保持它的神秘感，保持乘客搭乘时的最高品质，它是没有对外的门口，一定要经过3号车厢再走过来4号车厢。而且如果你是订1号跟2号车厢的人，不能够进来4号车厢，即使是拍照参观都不行。哒啦，看看我手上的餐盒，就是我这一次订 Grand Seat Plus 所预约的餐食。如果你是订1号、2号车厢的人，虽然没有付这个餐食，可是呢，你可以自己外带食物、外带便当上车吃，或者是在3号的车厢，它其实有卖轻食、零食、甜点，还有饮料，你可以买了之后在车内享用。但如果你是想要坐4号车厢的人，一种呢就是有包餐食的，而且我觉得它蛮用心的是，根据你搭乘的不同的时间段跟班次，它分了3种早餐、午餐跟下午茶。餐食方案它本身就有含饮料，饮料的部分可以选择你要酒精饮料或是无酒精饮料、咖啡、果汁、红茶。餐食跟饮品也通通都是取自于关西。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但你又想要坐4号车厢的话，它也有提供纯饮品的方案。然后我刚刚吃的其中几道小菜都在水准之上不会过咸，调味也都刚刚好，放有点冷掉吃也不失它的美味度。它的餐食每2季会更换一次，像现在我所享用的这个餐食，春夏都是这个菜单，那到了秋冬呢又会换不一样的菜单。忘记提一点，如果你是搭 Grand Seat 这个4号车厢的乘客，他会送你小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它在3号车厢也是有贩售的。然后呢，我做的这个 Grand Seat Plus 它又会再加送你1份，所以我总共会拿到2份小礼物。在
差不多过了桥本车站之后，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两侧的风景变换成了山岳峡谷的风景，真的有好像进入高野山圣域的感觉。有一些观光列车它会设置停靠站，这些停靠站可能会有在地的居民表演啊，或者是出来卖一些农产品之类的。可是这一辆格浪天空它是没有设置的。不过沿途有一站九度山站，我蛮想要介绍给大家。你一到九度山车站就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饭团店，这个饭团店它就叫九度。它很有趣的是，它是用柴火直接在月台旁边生火炊饭，做那个饭团出来。餐厅用餐的部分，它的门口是用南海电铁已经退役的车辆不需要的报废的物品来做的。这些小细节我都觉得蛮有趣。如果要去高野山的路上，你可以顺游，或者是回来的途中，你可以停靠在九度山玩一下。除了这个饭团店以外，九度山的附近有2个点推荐给你。一个呢就是真田博物馆。九度山本身跟战国武将的真田信春也有蛮深的渊源。据说他在关原之战之后，他们父子就是住在九度山长达了14年。这个真田博物馆其实是10年前日本有出了一个以真田家为主题的大河剧，叫做真田丸。那它是纪念了这一部剧开播，所以就建造这个真田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其实小小的不大，就展示了真田他们3代生活的一些轨迹，还有真田信春他爱用的武具跟铠甲的遗物展示。如果你不是战国迷的话，它附近还有一个点我也蛮推荐的。从九度山开到高野下这个路程呢，会经过一个叫丹生川桥梁。那这个桥梁就是跨越龙王溪，旁边是有步道可以去散步的。最近的车站其实是高野下，可是你从九度山也走得过去，不过时间就是要比较长一点。这个点呢是在地的铁道迷蛮推荐的，因为你可以在桥下拍到列车行进经过丹生川桥梁的时候的风景。那在抵达终点之前，最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辆列车该怎么预约。1号车、2号车跟4号车的预约方法有一点不一样。首先1号车、2号车的部分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车站购买的，你要不就是透过他们的官网，要不就是到南波车站的服务中心去做购买，又或者是你也可以先上车后补票。只不过你上车后补票的话，就要再加300元的特急料金，你事先预约的话就不需要。不过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想要搭4号车厢的话，那你就是可以上官网预约，一样是在搭乘日的30天前就可以预约，或者是他会跟一些旅行社有做包套的行程贩售。而且刚刚不是有说4号车厢就是有分纯饮料跟餐食的方案吗？如果你是想要订餐食方案的话，最晚4天前要订购预约完毕。那如果是饮料的话，到前一天预约完毕就好。4号车厢没有办法当天预约，也没有办法先上车后补票，这个要特别注意。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即将前往终点站，好舍不得哦。
那在抵达极乐桥站之后，如果你想要前往高野山，必须要再转搭缆车上山，然后再搭巴士过去。不过呢，在搭缆车之前，极乐桥车站本身也有一些小看点，像是因为它是象征着进入高野山这个圣地的算是起点入口，所以呢，车站内还有准备透明的手水社、锦鲤，还有彩色的极乐鸟，非常的漂亮。再来呢，现场还有准备了愿挂鱼给大家书写你的愿望。那在极乐桥站贩售的颜色基本上是红色、白色，特殊日才会出现的淡粉色。但如果你是搭乘格朗天空的话，你可以购买车内限定贩售的金色的愿挂鱼，写上你的愿望之后，抵达极乐桥站，可以把它挂在旁边的展示架上。那每年3月，在高野当地的一个火祭祭典里，他就会把这些愿挂鱼拿去燃烧，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活动。大家欢迎来到世界遗产高野山。我现在所在应该算是它的入口处起点，这一条路走下去的话，就是高野山其中一个看点的奥之院。那说回来，这一辆观光列车格朗天空，它虽然没有像其他的观光列车提供那么丰富的活动，可是我觉得在不管是它的设计理念，或者是提供的餐食内容、服务上来说，整体我都觉得非常的推荐。至于高野山的部分呢，它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主题之一，希望大家可以再给我一些准备时间，很想要呈现出最好的内容给大家。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观光天空的开箱影片，那我们就下一趟旅程见吧，拜拜。